史上真的有这么一张图能精准预测熊市吗？嗨，我是许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要来讲这个很厉害的图——美国公债殖利率曲线图。我就是靠着这一张图发现熊市快来了，这一波才可以毫发无伤，完全没有赔半毛钱。去年在我零诈骗的私人社群肖邦投资集团里面，我就有跟我的团员们讲到熊市快要来了。有听进去的团员们，后来也真的安全下庄了。如果你有兴趣进到我这个超过2300人的社群，记得在下面点击连结加入社群哦。Anyway， 这支影片干货真的有点多，非常建议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听完啊！如果太干的话，就喝口水吧。听完之后，说不定下一次你都可以预测熊市了呢。好，我们就不啰嗦，直接上图。这张图是美国10年期公债减掉3个月短期公债的殖利率走势图。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呢，这条线理论上会在0以上。如果这条线在0以下，我们叫做利率倒挂。你可以看到啊，历史上多数的时间，这一条线都是维持在0以上的，只有少数的时间是利率倒挂的状态。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正常都是在0以上呢？为什么只有少数的时间会是利率倒挂的状态呢？原因很简单哦，我举个例子你就会知道了。想象一下，今天你是一家银行，有2个人要来跟你借100万，那小明这时候就说啦，我想要借3个月，我很快就会还你了。另外啊，小美就说，我想要借10年，我会慢慢还你哦。问题来了，你应该要跟谁收比较高的利息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小明收比较低的利息，我会跟小美收比较高的利息，因为短期借款风险比较低，短时间内我很快就可以拿回这些钱了。而长期借款的风险比较大，我怎么知道10年之后小美会不会还我？万一通货膨胀、经济状况不好，小美失业了没钱还怎么办？万一小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怎么办？所以我会收小美比较高的利息，这样子才能够保障我的风险嘛。也就是说呢，以常理来看，在经济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长期公债的殖利率会比短期公债的殖利率来得更高。这就是为什么这条线多数时候会在0以上，只有少数大环境经济不太正常的时候才会反过来。像过去2年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大倒挂的时代。那为什么会出现殖利率倒挂呢？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短期公债殖利率高于长期公债殖利率呢？我们就不看以前的好了，我们就来看看最近1-2年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殖利率倒挂的情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联准会出手干预利率。如果联准会快速大幅的升息，就会使得短期公债殖利率快速上升，导致短期公债殖利率高于长期公债殖利率。为了控制通膨，2022年5月4号，联准会就正式宣布要启动缩表。那时候联准会一共连续升息了11次，短期公债殖利率快速的上升。通常联准会干预利率，首先会被影响的就是这个短期公债，而这个效应必须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要好几年的时间，影响到市场的方方面面以后，才有可能进而影响到长期公债的殖利率。所以在这种短期公债殖利率急升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利率倒挂的状况。我们放大图表来看哦，你也可以看到2022年4月以后，这个曲线呢就一路的下滑，联准会升息就是主要的原因。OK， 理解了利率倒挂的原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张图是怎么样去预测股市的，我是如何从这一张图看出熊市要来的。好，首先呢，这张图上有几条灰色的区间哦，你可以看到在1982年、1990年初、2001年、2008年、2020年都有这样子的灰色区间，而这些灰色的区间呢，它们就是熊市。1982年，美国联准会为了要打击通膨，长期的维持在高利率，那美国的经济衰退，人民开始受不了，因此联准会就紧急降息，结果最后导致了通货紧缩、高失业率，美国进入了熊市。1990年波斯湾战争加上日韩的经济泡沫，全世界又进入了熊市。2000年网际网络泡沫，2008年金融海啸，2020年的疫情，这些都是网络上查得到的大熊市。如果你够细心的话，你可能有观察到，每一次的大熊市，每一个灰色的区间段，都是在利率倒挂回升了以后，回升到0以上了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灰色的区间段，也就是熊市。1989年利率倒挂了以后，1990年回升到0线以上就进入到了熊市。2000年底利率倒挂以后，2001年回升到0线以上就进入到了熊市。2006年底、2007年初利率倒挂了以后，2008年回升到0线以上就进入到了熊市。2020年利率倒挂只有一下下哦，回升到0线以上以后，也是马上进入到了熊市。每一次的剧本都是这样演的。那接下来你会不会问说，那
为什么不是倒挂的当下就进入到熊市呢？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等到利率倒挂结束回升了以后才进入到熊市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利率变化影响到企业的投资，甚至是影响消费者的支出行为，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来发酵的，不太可能联准会的一个动作，这个效应就马上影响到市场里面的各个角落，又不是病毒，打个喷嚏就可以传染。通常这个经济数据会慢慢变差，慢慢变差，差到最后联准会发现救不了了，甚至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觉得不太妙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引爆市场的恐慌跟衰退。那我自己当初看到利率倒挂快要结束的时候，也不是马上空手，而是慢慢的减码，根据我自己的投资系统规则，用非常有纪律的方式去下单，去慢慢的减码。等到整个曲线回升讯号非常非常明确之后，我才正式进入到非常非常保守的状态，甚至是在前一阵子我才把所有的持股出清。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就让我在这一波几乎是毫发无伤。而且2024年最后一季，巴菲特也出清掉了他手上的 SPY 跟 VOO， 表示他也很不看好美股的大盘，这也刚好验证了我前面说的所有观点。接下来你可能会问，那这一次利率倒挂结束之后，真的也会进入到熊市吗？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盘点一下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了。首先，我把美国的经济状况统整成5点给大家。第一点，美国的利率呢，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高点。第二，科技股跟其他很多的大型股的估值依然是偏高的。第三，美国财政赤字依然非常的严重。截至目前为止，美国2025年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已经来到了1.147兆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几年前会有财政赤字，是因为美国要去解决 COVID-19 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预算要拨在防疫这一块。但是呢，现在赤字依然是非常的这么高，表示美国财政状况真的是很差的。第四，消费者信心下滑。根据密西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呢，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降到了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准了哦，表示美国人的消费力事实上是正在下降的。第五，信用卡违约率上升。摩根大通在第一季的业绩报告里面也有指出信用卡违约率来到了13年来最高的水平。以上面统整的这5点，满分是10分的话呢，我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我只能打到4分。未来关税提高、物价上涨、消费力下滑、企业成本上升、估值下修，到时候的情况就只会更糟而已。你觉得未来美国几个月会 A 进入大熊市， B 还是回到大牛市，还是 C 无法判断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那我最近真的是收到好多人来问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我该卖掉吗？我该抄底吗？我个人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把手绑起来是最好的啦。如果你现在也在思考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投资部位，该怎么样去布局接下来的行情，或是想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系统去协助自己判断熊市下跌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比较好的进场时机，同时避免未来有更大的亏损，用更安全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资产，那欢迎你到我的 IG 来私讯我，告诉我你的问题点在哪里。如果评估过后你的状况合适，我就会进一步帮你安排免费的1对1咨询。我会在咨询当中针对你的问题提供你解决方法。不过我要先说，这个咨询名额是有限的。如果你是认真的想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投资系统，那再来找我讨论。这集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在下面留言有用。如果你不想错过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